最近有个女生啊，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啊，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两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啊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微醺的状态啊，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离开了。这一上车呀，女孩就倒在后座上没说几句话呀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啊，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就有点复杂了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送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个多小时。这时候女孩突然就有动静了原来是要吐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她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两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后面问题就来了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男生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让女生给他开门女生死活就不开。这俩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我的一个关于大龄剩女的视频最近火了，但是也招来了一波不服气的在评论区可劲儿的骂我，说什么的都有说我身为女性攻击女性，说我在贬低女人，说我在搞性别对立，说我为了点流量拿他们说事儿。今天我就在这儿不做任何的辩驳，但是我只想问一问你们讲这些话的人，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是谁谈恋爱要看男人的态度男生怎么给你花钱是最权重的评判标准，但如果让女生花钱，那就是个下头男，你们承认这点不？导致现在很多的男人非常反感谈钱的女人，这个不是我教你们的对吧？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约会，他就算不给你 AA， 但凡他想稍微算计点稍微抠点，你们都受不了。而你们自己可以不花钱，也可以没有啥态度。那到底是谁把你们当成了交换的标的呢？不是你们自己吗？这是事实。难道是我把你们说成这样的吗？难道是我把你们贬低成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看看评论区里男的都在说什么？如果现在有的女的，你的观念你的认知都是符合人道的，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那谁还会出来说你不对呢？你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对的。那为什么你的言行和思想就能引起那么多人的批判和嘲笑呢？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特立独行，但是如果你要入世，就要遵循入世的规则，不是吗？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想结婚？不管多大的岁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不想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既想结婚，又非要想入非非，年轻的时候没有把握好没规划好，等到年龄大了，还想用自己的一把年纪换取一个既优秀又年轻的男人。作为一个在婚恋市场混迹10来年的红娘大姐，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概率很小很小。我是不是又说到你的痛处了呢？那你可以继续骂我，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你有这个功夫呀，你还不如去买2本书，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呢。作为一个成年人尊重事实比你在这里抨击别人要成熟得多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春节期间真的有好几对分手的我也是服了。我一问他们才知道都是因为双方的家长见面方方面面没计划好，没安排好，话没说好，事儿没办好，最后谈了个不欢而散。有个姑娘的妈妈跟男方父母第一次见面
上来就各种夸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还说对方男孩是哪辈子烧了高香啊修来的福气能娶到他的女儿。我的妈呀，还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总之话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他家姑娘完全阻止不了他呀。最后搞得女儿很尴尬，男孩更尴尬，对方的父母呢一脸无语这天儿直接被他给聊死了。还有个姑娘的家长第一次见面没说跟对方聊聊家常拉拉感情一上来就开始说我们那个地方彩礼要多少钱，房产上要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婚事呢都讲究个什么什么，男方要负责什么什么弄得双方就跟两国谈判似的你说这个见面多尴尬吧那一谈钱不就没啥感情可谈了吗？让人家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这么现实弄得跟卖女儿似的，人家能不下头吗？我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家长第一次见面注意事项给你们避避雷吧，免得以后再踩坑了。第一，不要一上来就跟对方谈房谈车谈彩礼，打听收入和资产，因为谈钱真的伤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喜欢你一张口就说钱的，虽然这是必经的一项，那也最好是放到最后再说。第二呢，见面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你们是主动方嘛，提出邀请前计划好时间地点，买什么合适的见面礼物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安排好这次见面，千万不能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登门造访了。女方的父母虽然也是被动方，但也不能失了礼节，一样要准备见面礼，给自己的女儿撑撑门面长长脸，咱也要大大方方的。如果你家条件比男方家里好一些，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优越第三，双方见面最好没有第三方加入只要双方父母和孩子参加就行了，千万别带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基本上会给你搅黄了。第四呢，一些小细节要注意比如这个时候孩子最好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双方家长称呼对方的某先生或者是职务称呼也行，不用一上来就亲家的可能不太合适穿着方面呢，尽量得体一些，正式一些，不要太随意了。买礼物不用太贵太好的，只要是贴心实用的就会很得人心嘛。双方聊天的话题呢，最好也是轻松一些以情感交流为主。第一次呢，主要是相互认识，表达对子女婚事的支持，细节呢可以放在后面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有不愉快的话题孩子们最好是尽快出来调节一下，好吧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呢会有一些收获的，行吗？关于谁做家务这个你怎么看呢？男生31岁女生26岁，两个人在相亲平台认识的，几乎是一见钟情，双方呢都喜欢的不得了2周就确定了关系这也算是神速了对吧？3个月呢见了家长，于是两个人呢就搬到了一起住打算婚前呢磨合一下。这一磨合就磨合出问题了就在同居3个月之后他们吵了最后一次架，砸了最后一次东西，女生最后一次哭着跑回了娘家，而男生呢再也没有最后一次去挽回她了。就这样日子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1个月之后，女孩呢没有等到男孩任何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的消息，这时候她的气也消了开始各方打听男生的情况。她似乎预感到他们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她又不甘心，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男生对她挺好的要说在亲密关系中的几大要素，男生都是做到位了的：爱情、物质、关心、体谅和陪伴。甚至呢家务事多半的时候都是男生在做每天下班回家几乎都是男生在做饭，他经常半夜要吃东西人家也会起来给他安排上，真正的是把他当个小公主在宠爱可是呢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就后来呢有1-2周男生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经常加班，基本上没有时间在家里，回来的也很晚，特别的累躺下就想睡。那家务活呢，这个女生呢勉强支撑了几天，受不了了，说自己讨厌做这些事情。就这样一来家务活就没人干了呀。最后他们俩大吵一架之后就出现了前面女孩回家的那一幕。我认为人家男生愿意做这些是爱你的表现，那你什么都不做，你让他累着，是你爱他的表现吗？
关于家务事到底应该谁来做？网友们来聊两句吧。在相亲这件事情里，慢热的女生和主动的女生到底谁更吃香呢？29岁的北京男生哈，学历好，家境好，工作好，1.8米的个哈，属于比较抢手的那种男生。当时呢，他同时相了2个女生，觉得都不错，于是呢就分别跟这2个女生接触了2周多的时间。A 姑娘呢是典型的慢热型，回复信息呢都是2个小时起啊，约了2、3次她才愿意出来见面，从来不会主动发信息啊。几次约会消费完全是不掏钱的，她接受男生的礼物比较坦然，但没有任何的回馈。接送她上下班没有说过1次谢谢。男生问她大概谈多久觉得可以确定2个人的关系，姑娘说不一定啊，有感觉了就可以。所以啊，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让男生很茫然了。最后男生解读为这个姑娘对自己应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后来我问过这个 A 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居然说不是挺喜欢这个男生的，主要是不想太主动了，怕自己掉价，让男生看清自己。谈恋爱嘛，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反正我也是无语了。那这个 B 姑娘真的就不同了她认识男生之后经常都会主动发信息给男生，偶尔呢还会主动约男生出来爬个山看个电影在约会消费方面她也是大大方方的从来不让男生负责全部的开销。他俩在一起呢是互送礼物而不是他单方面的只接受男生的礼物，这让双方都没有什么负担，态度和三观都很契合，相处的就很舒服嘛。男生也问过 B 姑娘一个同样的问题问她相处多久才能确定关系人家的回答是1个月以上就可以如果我们相处的没问题，随时都可以确定关系。所以这位主动的女生直接秒杀了那位慢热的姑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诫一下那些慢热的姑娘们，如果你不是真的慢热，那在这个优秀的男生在被哄抢的时代里，你再那么慢热的话，好的都被别人抢走了，大家的眼睛都不瞎，对吗？相亲现场总是这么狗血的吗？27岁的姑娘跟30岁的小伙相亲刚刚坐下来相互寒暄之后，2个人就有点找不到话题了。然后这个姑娘呢就灵机一动那就跟那些视频里拍的真是一模一样的说那咱俩都是来相亲了嘛，要不然就说说条件，说说要求吧要不你先来吧。于是呢男生就开始说自己嘛说那个自己现在在租房子住也不太喜欢开车，上班呢坐地铁挺方便的，工资大概20万就这些吧。然后自己呢想找一个不物质的姑娘性格好一点的，能一起同甘共苦的，能过日子的。女生听到这儿脸色就不太好看了她说不是吧，媒人明明跟我说你条件特别好，是个富二代，怎么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呢？我倒不是说我非得找个富二代，但是咱们得诚实一点吧，实话实说不行吗？要是连这点诚意都没有，那还大老远跑来相亲干什么呢？要真是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咱们俩可能不太合适。于是男士说那抱歉我的别墅呢是在郊区有500平，上班因为太远了，所以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住，方便嘛我的车呢是劳斯莱斯，但是现在在单位上班不太方便那么张扬，而且租房子离单位特别的近没有必要开车，地铁2站就到了，也很方便的。收入方面的话呢，工资就是这么多，家里的公司呢也有个职务，所以1年大概有200多万的收入。这个时候这个姑娘她的脸色才正常了。于是她就说那我自己的话呢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学历呢是硕士，收入跟你呢是差不多的，我的条件呢就这样我的要求呢跟你说一下吧。第一呢，我结婚的对象呢必须在北京有2套以上的房产，婚前呢其中1套要加上我的名字，另外1套呢最好是以后父母退休了也可以过来生活，可以来住一住的。第二呢，我们老家那边呢彩礼是50万，婚礼呢是男方来操办。第三呢，婚后你的工资卡得交给我来管，家里的资产呢我也要参与支配。第四呢，我不太擅长家务，最好婚后可以有保姆管理家务事。第五呢，他还没说到这一条男生就开始打断他了，说我觉得你的这些要求呢我都能办得到，但是我有点犹豫我想冒昧的问你个问题。女孩就很自信的说了什么问题你说吧。男士说，请问你的这张脸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说实话哈，00后的女生啊，确实抢手。为什么呢？真的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年轻所以抢手。我们来看看这位男生的相亲经历就知道，31岁的优质男士哈，海外硕士，金房金车，收入50个啊，条件杠杠的好。就他跟我说哈，回国1年了，家里催得标急啊，就来这儿看看，想尽快呢完成婚姻大事。他只有2个基本要求，第一，年龄比自己小就行；第二呢，不物质会过日子的。于是我们就优先给他筛选相对比较着急结婚的姑娘啊，大概都是27、28岁的。奇怪的是呢，他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可是推荐了一个被拒一个，要么就是嫌他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就是嫌他收入还不够高，要么就是嫌他呀个子不够1.8米啊，还有嫌弃他有房贷的。总之呢，他相了一圈下来哈，发现女生们的要求都很高啊，他根本达不到人家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就感觉结婚无望了啊。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后来有了转机哈，有个00后的姑娘呢，在一次活动中呢就认识了他，2个人呢就很聊得来。这个姑娘呢很喜欢他的才学啊，彬彬有礼的谈吐，笑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在了解他有房贷的情况之后呢，人家居然很自然的说了一句，要是我嫁给你啊，那咱们就一起还呗。姑娘还觉得说啊，一个男生的收入跟他的行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人的优秀不在于他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他在他的领域里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评判才是公正的嘛。我觉得他已经很优秀了啊。当时男生还很担心这个姑娘年纪太小了，会不会不着急结婚啊，只想谈谈恋爱什么的啊。于是呢就很明确的说了自己的担忧。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啊，居然说哈，我都24岁了好不好啊，我是这么来计划的，谈1年恋爱就可以结婚了，婚后呢我想过2年2人世界哈，等到28岁的时候呢再生小孩。那要是过了28岁，不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吗？所以现在我开始确定一个人选，是不是很合理呢？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呢？这就是成熟的00后哈，人家计划的可好了啊。所以人家这个认知啊，直接就碾压了那些还在挑三拣四的某些人呢。你们说对不对？你有什么可豪横？现在正常人都变少了吗？来相亲的男生女生啊，经常啊说现在找个正常人啊谈恋爱都非常的难，真的那么难吗？男生是这么说的啊，现在的女生啊，要么就挺渣的哈，男朋友同时谈好几个，你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把自己当哪个啊，要么呢就是遇到很捞的啊，天天跟你要这要那啊，物质的不得了，跟他在谈恋爱，太穷了根本谈不起，最后可能一句话不合适啊，让你人财两空。要么呢就是遇到普信的哈，天天觉得光棍3000万哈，自己根本不愁嫁，得好好挑挑选选，各种 PUA 你打压你哈，让你觉得自己啊什么都不如别人，什么都不行。还有慢热女哈，明明就是不喜欢嘛，说自己慢热，要男生的态度哈，找到感觉才能确定关系，就不知道要谈到猴年马月了哈，他才能有感觉。总之呢也等不起啊。还有呢作女，谈个恋爱吧，把男人当奴仆啊，各种要情绪价值，各种宫廷式的伺候啊，各种当跟班哈，男人们还受得了吗？啊，那女生怎么说的呢？啊，也有不少怨言哈。他们说现在啊，抠门男士最不能接受的哈，舍不得花钱啊，拿不出态度，还要求女生跟他谈恋爱确定关系，怎么可能呢？什么都不想付出，就想得到结果了啊，不播种啊，还想收获呀，纯粹就是想白嫖嘛。谁又不是傻子，好不好？还有那种凤凰男，一毛不拔，还想跟女人蹭吃蹭喝啊，动不动要搞个什么项目，还让你投资给他花钱，一副想吃软饭的样子哈，真可恨。还有一种巨婴男，可千万别碰上了，他可是给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的，内心就是个小男孩，情绪不能自理，生活也不能自理，最后给你扔个烂摊子让你收拾啊，谁受得了呀？最可怕的就是渣男了啊，那手段太高明了，话说的好听，事儿做的好看啊，钱呢也会给你不少花，但人家就是跟你玩玩啊，不会把你娶回家。最后呢还有一种摆烂的啊，躺平了，你爱谁谁吧哈，人家就像爷一样的心态，不追求不讨好，你愿者上钩吧，这辈子啊不娶媳妇儿不生娃也能过得很潇洒，一言不合就冷暴力啊，懒得理你，佛系人生了啊。咱就说说啊，这世上还能有正常点的吗啊？我都替他们着急了，真的是挺难的。